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瑜。就在刚刚上完了今年最后一节声乐课，这也就预示着我们有点意思巡回演唱会官宣4站中厦门站最后一站即将到来。此时此刻的心情呢，会有一点释然吧，也会有点就是在疯狂的回望自己在没有上课之前，在没有官宣这个演唱会之前，一点一滴就是我们这样上课，然后演出，就是过来，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在唱歌这个事情上也理解的更多了，也更加的就是自信了一点。从巡演到现在上了多少节声乐课？60多30节课。声乐课其实我觉得没有很痛苦的地方，我上乐理课才会头痛，才会痛苦。而且我现在就是因为从头学起嘛，之前也没有任何的基础，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我确实在从小到大，不管是自己去学歌，还是自己去理解一首歌曲，都已经有一套自己的理解方式。它可能不对，但是它可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但是你把它放到声乐里的时候，就会完全推翻，然后再去重新认识每一个音符。声乐方面的进步很大，其实他刚开始的时候对于这个声音的把控其实没有那么的自如，但最近呢，我觉得他比如说对于一些高音的演唱啊，对于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啊，有更多的自己的一些理解了。我觉得我还是挺欣慰的，挺开心的。他现在一些高音唱的比以前要更扎实一些，对音色的把控其实会更好，更干净。我们下次见面就是在厦门的场馆了，我也很期待在厦门是什么样的，也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也希望在厦门的时候可以不留遗憾，开开心心把年前的最后一站搞定。拜拜啦。服装都有修改啊，我们都得试一下。这是我们第一身亮相的时候穿的服装，很酷，对吧？其实这个衬衫细节还是很多的，都藏在外套里，不同颜色那种蓝色啊、紫色这种小钻。梗只有自己玩才有意思，换一只眼睛。这次又是2个飘带，看这次是哪一根在我的应该不会了。中，下一个。不会踩的，布灵布灵，非常的布灵布灵，很闪，很棒，好帅啊！哈哈，感觉这10点镜我可以飞起来，小麦包，很可爱。这样会有效避免掉一些可能因为触然后导致那个音量或者是线接的不稳。这个是安可的衣服哦。他第一次要穿这样的鞋子上台，是吗？顺手的事儿。那么中，其实这2个月3站，这是第4站，第4站走下来也是尝试了很多不一样风格的衣服。其实接下来会有更多机会，也要想多尝试一点不一样风格，多解锁看看到底究竟自己最适合哪个风格。嘿嘿。多久没剪头发了？浪长狗。1个月以上肯定有。这个头发现在剪，就是因为确实是太长，可以看到我边上这一块，只有小时候会来回打包，长大了之后长这点头发真不容易，再给它打包打没了，猫呢？万一一个不高兴罢工了，我跟谁说理儿去？这次为什么染深发？自己浅色的头发来回养护啊，它颜色掉得很快，我自己心里头会有落差。那我当然是想每次拍东西的时候，头发颜色都最好看。当然条件是不允许这样的，因为浅色系的头发，如果你不打底，或者是你不妆发的话，就是很奇怪看着。我觉得深色做完发型之后，出来的效果就会更温柔一点。它其实更多的就是比较日常的一个状态。哎，想小11了，看看监控。我看看我的猫咪们在做什么。大鱼啊，小11，大鱼11，感觉它刚睡醒。你嘲笑！猫咪万岁！现在剪完头发了，是不是干净了很多，精神了很多？点头。越神气呢。金武老师，辛苦了。那我先撤了，明天见。
拜拜哦，拜拜。你看看，感觉这个喜欢吗？很喜欢啊，每次休息间也是不一样的。这个阶段的最后一个休息线了。对，这个阶段的最后一场，接下来的3天就会在这里，马上就要进入最后一次大连排。接下来3天演完之后，就是有什么事情就是之后再说。感觉怎么是到这里想放假了？没有啊，之后再说了。我觉得就是现阶段把这个今年年前的4场已经官宣的场次弄完之后，再有别的事情就是年后再见，年后会见。哇哦，可以。我刚洗完头，然后昨天晚上洗完之后就杯子都吹干。如果它炸的话，我就拿水洗平一点就好，可以了吧？你好，我休息的还行吗？还行。然后因为我们演这么多了，我觉得就是情绪放在音乐里，因为你现在节奏啊、音准这些都没问题了，你就慢慢抠一些细节的情绪上的，好吧，可以。我觉得这场可以用它，因为第1场用了，最后1场也用吧，有头有尾，也有话剧点。现场准备，好响好响，音乐，3、2、1，走。这个好想好想，第1天出来这个前奏的时候，刚开始给人听出来的时候，观众我说耳机要炸了。我觉得那一天气氛最好的就是这首歌，我相信所有人都没有猜到是这首歌，但是所有人听到是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非常高兴。我就知道选对了，就是哇，感觉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一刻，好多人的声音都是合到了1轨以上，天，极致了。最美丽的回忆，感觉就是现在的人声就是太满了，我需要它有一点地反的声音回到耳朵里，可能返回来的声音到耳朵里，其实更有助于帮我就是稳定现场的那个。好，没问题 ，OK，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好，可以。好，那就先这样。好。彩排更多的是第一，我们要卡时间；第2个就是播一下整体的流程，对舞台更加的熟悉。哇，连排结束。总而言之，咱们言而总之，其实还挺好的。好的，来到了我们这一期的非遗挑战环节。这一次我们来做什么呢？其实成品已经在这里了。我们这一次呢，来做剪瓷雕。我们现在来介绍要用到的工具们。1个多月碗。不是面团了，是粘土包。在碗上你要去画一个鱼的整体形状的一个笔。小铁钳，同样钳子也是。但是这个啊，说实话很像那个小的时候，你再长一点就是夹那个炭的那种烧火的那种。有粘土就一定少不了像这样的一些工具。当然这个等会儿是用来敲碗的。哎，瓷碗怕我做的不好，所以给我多备了几个。还有鱼的鳞片啊，不同的 size。这也是由老师们已经敲好的形状，因为这个工艺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在这样一整个碗里去挑出自己想要的形状，可能失败的概率会很大，它会存在一些随机性。当然了，像我们这种小白新手，戴上手套保护好自己的手，不要被瓷器啊什么的划伤。现在把手套戴好，
OK， 第一个步骤就是按照它现在的这个形状啊，我们去勾勒一个具体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画它尾巴的位置，就是这一块，等会儿会大概放在这里，然后放它连接鱼尾的位置，然后鱼鳞。它这个是个弧线，所以其实这样衔接过来，打理。给它画瘦啊，再来几笔。好，这个就是底稿，有模有样吧？没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第一个尾巴，先粘上这个位置啊。标记了一处地点。先取一点粘土，很粘呐。看一下老师在下面这个粘土的量是多少，再来一点。OK， 那下面放上粘土。好，尾巴和下一个零件是这个吗？不是，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是放胳膊的，这是胳膊，这另外一个也是胳膊，就是这个，就是这边的胳膊。然后对，是这样啊，我要取稍微小一点的粘土，差不多这么多，尽量不要让粘土穿帮啊。好，接下来呢，就是要取稍微大一点的粘土块了。我们要先做整个身子，尽量让它平整一点。我们可以查漏补缺，因为我们要等会儿插这个鱼鳞的这个方式，这泥这样嵌进去，再翘起来一点，展现的效果就像成品这样。好，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嵌鱼鳞，这里分别有小一点 size 的鱼鳞和大一点 size 的鱼鳞。小一点 size 的鱼鳞可能就会稍微放在比较后面的位置，跟尾巴相接的位置。我相信我的手法。为什么把手套摘掉啊？因为这个是已经老师们剪好的这个瓷片啊，到粘土上其实是比较细的这种工作，我就先把手套摘掉。等会儿我们敲瓷的时候再把手套带回来。先做简单的再剪鱼脸吗？是的，就是先把简单的步骤做完，我们再去延伸下来做其他比较难一点的工作。先把外轮廓的这一边这一圈先给它鳞片弄好，这个工作还是很简单的，非常适合我。说实话，真的其实挺难有机会能体验到这样的东西。好，可以看到是这个意思吧？然后它可能这个地方得稍微，天才来了，这样就一模一样了吧？真棒！还是有点大只，别剪碎了。下次不要立这种 flag， 碎了吧？但是正好，其实强行安慰了。OK， 布面粘上一点作为支撑。好，接下来就是快速粘鱼鳞环节，我用5分钟就可以搞定。用大的鳞片做衔接，大的鳞片，大的鳞片，这哪来的？一拿起来不会散架吧？不会，相信我的技术。不好意思，可能我的技术在天上失望的看着我。看起来岌岌可危啊！此言差矣。好，再把其他的尾部粘好。好的，好的。其实已经给我吓我一跳，就这一个呀。是。OK， 现在它就差一个头就完工了。现在才是正戏。拿出我们的碗，拿出我们的刀，
现在开始敲。知道吗？小的时候真的很害怕把家里的吃饭碗摔碎，然后现在我居然要主动把这个碗摔碎，哇，敲碎，这种感觉之后真的会有一种，我现在这么做对吗？我真不是故意的，它为什么不碎呢？过分粗鲁了，不好意思，非常非常不好意思。First blood. 不好意思啊，我们先打个底啊，差不多这么大。目前最难的步骤就是要把这个碎的也敲下去。Double kill. 真的很难，因为它真的充满了很大的随机性，你不知道下一剪它可能就从中间裂开，然后我也会从中间裂开。我想把它底先敲掉，这个敲法是不对的。就得这么敲是吧？ Triple kill. 真让你蒙上了。你还真别说，好像这有点意思。交给你了。吓我一跳。这边修一修，这边修一修。可以小一点。接着干吧，家伙，别说了。很接近了，天才来的，它可以更好，我相信。完事儿，我宣布，这是我今天剪的最好的圆了。现在给它画上眼睛，点两个痣，嘴巴，背鳍，增加一点细节。呀，好可惜这块没剪掉，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完成了。第4条小鱼，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项工作。看整个桌面上凌乱不堪，大家有空呢也可以多去尝试尝试。我觉得刚刚在剪的整个过程当中啊，虽然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是很考验大家耐心的。有个性的坏头鱼，其实这个小鱼还蛮可爱的，尤其是这个眼睛，我觉得它点的很成功。在这4站的过程当中，都不会在意这个时间流逝到底是快是慢，你一眨眼这个时间就过去了。这个帽子会挡脸吗？不会，我都能看到镜头，怎么会挡脸？因为第一个是 fitting 的时候，老师有拿帽子，我觉得是跟衣服比较搭的。这首歌就是比较百老汇，比较就是那种拽拽的感觉，然后跳着舞步的感觉。后半段那个地方的那个舞蹈，我觉得整体的表现可以再稍微快一点。再来一次，让我们只用顺开头。强烈想要说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开头，因为我觉得会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每一场的开头都会稍微做一点点不一样的尝试。
哦，为什么是2张呢？哦，这个是纪念证，这个证的照片就是全半身的，这张是正式的工作证。哎，这是年前的最后2张工作证喽，再有新的证就是明年的事情了，年后的事情了。严谨一点，因为现在已经是新的一年了。我现在都专门把它放到柜子里，这样放起来，参与这个工作的印证，好酷。所以我可以一次性带2张证。然后老师要查，老师你要查哪一张？我都有。我可以证明我是郑鹏，但我怎么证明我是子瑜？这是一个好问题，所以该怎么证明呢？算了，等想到了再说吧。展示一下妆发吧。勉强最后一次梦游时刻。你希望看女人是个什么样子？我希望它轻松一点，我希望它别那么难，享受。没事，再转一个。泡脚有助于身心放松哦。我要在上台之前泡脚吗？我以为你让我给他讲小鸭子的故事。这是做什么？这是做什么？你说这？演唱会后台泡脚第1人。我真泡？为啥呀？大庭广众之下泡脚，这个真的有点尴尬。我说实话。但你这一身很合适啊，睡衣都穿上了。你知道这个时候我还缺一个暖宝宝，暖手袋，兜一下。没有暖手袋，但有这个。还有浴球呢。哦，还有。你想选哪一种？我真的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哦，好舒服。来厦门这几天吃到什么美食了？一个是海蛎煎，一个是沙茶面。真的只有这些吗？非常。好吃。这个鱼肉，豆腐，哇！这个排骨是我今天觉得最好吃的菜。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特色小吃。你以为我很怕吗？你不会想拿出土笋冻吧？实不相瞒，曾经我上次来厦门的时候，还心血来潮的点了土笋冻。啊，我吃过，就是它里边有那个小虫子。所以你是不怕吗？我为什么会怕？你要知道，我们连云港人吃豆丹的。蘸个料啊，就是凉粉的口感，但是里边有像那个海肠的嚼劲。海肠捞饭就像里边这个口感啊，第一口是那个凉粉的口感，第二口就是那个海肠比较有嚼劲、韧的那种感觉。你说它腥吧，回味确实有点海腥味儿。你说它，那其实味道并没有大家想那么奇怪了，因为蘸了这个料汁，我尝一下这个生的啊，生的不太好吃，生的土腥味儿很重，它不是海腥味儿，土腥味儿重，还是得蘸料吃好吃。它其实是我觉得它算是美食，并没有大家想那么夸张。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不够猎奇的话，那你们就是尽可尝试一下豆丹，然后再搜一下豆丹的制作方式，再泡5分钟。既来之则安之，既然要泡了，那就泡到底。请以后的扭蛋机里都是这个，可以吗？比如说按肩啊、按背啊，然后采耳，可以吗？很舒适，感觉想下一秒躺下。
来。好，走了。我们今年，年前最后一次走这条花路，这也是我们有点意思第4站莫战以官宣战最后一场，不留遗憾。下一步就会遇见更辽阔的晴朗，像深海漫游，不停地闯汹岸岛，我的初心是见了照，梦成宇宙，让这爱点亮眼眸漫游。在最后一站厦门站，我们把前面3站大家都很喜欢的歌曲当成返场，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是很喜欢其中的一首歌。这次有一只小鱼从屏幕一点一点游过去，游，就像我游向大家一样，好想和大家一起，所以就用小鱼代替我从舞台游向大家，好吗？我们海浪麦架返场了，有始有终。我们第1场用了海浪麦架，就是做高了。矮一点之后，大家能看到我的地方更多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呢，这个麦架也是代表着我向前走，一步一步，一站又一站，一朵一朵浪花，多漂亮！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瑜，很高兴来到南京和大家见面。我又来了，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解锁我们第3站武汉站。能让大家大声的告诉我，我们现在在哪里？4站，我觉得真的幸福感满满，真的很开心能和大家去到一座又一座城市，我们一起留下美好的回忆。我自己也在一点点进步，丰富我自己。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要和你们见面。下一次我们有更美好的样子见面，好吗？那我们再见喽，拜拜。拜拜，我们下次再见。我鼻子酸酸的，就它这个酸酸的感觉，不是说我很想痛哭一场，是我知道我完成了一件很让我幸福的事情。此时此刻那一刻的幸福感会让我很回味，很回味。它是开心的那种鼻酸。以后会有更多机会见面的，相信我，真的相信我，因为我已经在计划了。嘿嘿。